一部小成本的剧情片，却被国际电影节金奖提名，就连挑剔的豆瓣观众也给出了8.1的高分。看过的人直呼电影演的是国外，却映射出来了中国的影子。年轻的导演更是凭借这部影片赢得了波兰贾樟柯的美誉。究竟是怎样一部影片，受到如此多的嘉奖与美誉？话不多说，我从不哭泣，肥牛为您送上。波兰的街道上，女孩驾驶着考试车缓慢前行，能看得出奥拉这时非常紧张。为了顺利通过考试，她甚至把档位都写在了手上，直到考官在试卷上打上了对勾，奥拉严肃的脸才露出些许笑容。然而就当她准备返回车管所时，电话突然响起，她慌忙地挂断了电话。考官在一旁不耐烦地摇头。就在这时，一辆车忽然倒了出来，女孩吓得猛打方向盘，才躲过了一次交通事故。然而因为压了双黄线，她的第3次考试就这样失败了。回到家里，奥拉气得一下瘫进了床里。拿不到驾照，父亲就不会给自己买车，可弟弟自驾游的梦想也只能化为泡影。这时母亲喊他前去帮忙，他借机和母亲开口，想再要一笔不考费。然而这样的家庭，不用问也是非常的拮据。母亲开始给奥拉算起了账，说他为了这个驾照花了不少钱，也许他本来就不该有买车的想法。两个人开始大吵起来，随后奥拉生气地拿起衣服摔门而出。今天是周日，按照惯例，每当学校放假，他都会来到洗车行，在这里打零工。不仅仅是为了还算可以的报酬，最关键的是他可以帮忙挪车，熟悉一下车辆。每当繁忙的工作结束，他都会倚靠在墙上，远远地注视着自己喜欢的那辆2手帕萨特。结算工资的时候，奥拉总会露出开心的笑容。这位父亲的老友确实帮助了自己不少。两个人聊起了奥拉的父亲。为了这个家庭，父亲独自前往爱尔兰打工，一晃就是10几年。奥拉甚至记不起他的样子。这时奥拉的电话突然响起，是母亲打来的，让他赶紧回家。母亲接到了爱尔兰的电话，但并不是父亲打的。由于他不会说英语，根本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奥拉先是拨打了父亲的电话，但是一直没人应答，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这个家庭。随后他赶紧拨通了另一个号码，电话里传来了父亲出事的消息。父亲工作的港口集装箱倒塌，人被压在了下面，当场命就没了。一时间，全家人不能接受这个晴天霹雳，都静静地愣在了原地。半夜，奥拉睡不着觉，他来到客厅，看到母亲独自坐着，常年的辛劳以及生活的磨难，让这个中年妇女脸上多了一些沧桑与憔悴。母女俩相视而坐，一言不发。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了，未来的生活这家人不知该何去何从。来不及悲伤，一家人前往民政部门给死者做登记，好申请一块可以安葬的墓地。工作人员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人间悲喜，他慵懒地告诉对方，先要取得死亡证明，然后找区长签字，办完一系列手续后就可以下葬了。然而一家人听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要这个死亡证明。女人只能强忍着烦躁和对方解释，但母亲却有难言之隐。由于家里没钱请人照顾瘫痪的弟弟，母亲又不懂英语，只能由奥拉独自一个人前去爱尔兰办理父亲的后事。奥拉带着惶恐与兴奋的心情，踏上了人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先坐飞机，后又搭乘大巴，他独自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这里的一切都让他倍感新鲜。他原计划买车后来个自驾游，却不曾料到最终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了爱尔兰。几经辗转，奥拉终于找到了父亲效力的那家劳务公司，里面的中介正在吃饭。女孩的到访显然影响了他的休息，男人有些生气又有些无奈。可就当他听到女孩说自己的父亲去世后，男人放下吃了一半的午饭，起身开始找起奥拉想要的资料。No jest taki. Krzysztof Sebastian Chudzik? Sebastian? Nie wiedziałam, że miał sobie na drugie. Ostatnio w firmie Dublin Shipping, bo pracę znaleźliśmy. No tak. To właśnie wypadek miał. My z tym nie mamy nic wspólnego. Rozumiem. Dlaczego chcesz? Żeby ktoś mi pomógł go znaleźć i papiery ogarnąć. To idź do pracy do niego. Albo do szpitala. Nie wiem, gdzie to jest. To nie wiesz, gdzie ojciec pracował? 中年男人彻底无语，他没有想到，一个独自漂流在外打拼的人，直到死了，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哪工作。停尸房内，医生宣读着死者的死因，女孩冷漠地站在旁边注视着眼前的尸体。由于集装箱的碾压面部已经变形，女儿无法辨认出这是否就是父亲。医生看到这个状况，只能拿出一些遗物，方便奥拉确认。望着手里的老年手机以及半包香烟，奥拉还是没有头绪。别说现在这个情况，即便是父亲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他可能也认不出来。他只能打电话求助母亲，在母亲那里得知父亲右腿上有块胎记，直到看到那块标识后，他才确认了父亲的身份。奥拉拿着父亲的遗物走在街上，直到这一刻，女孩才感受到亲人离开的痛苦。
他和路过的年轻人借来一只打火机，但颤抖的双手却怎么也无法将它点燃。凭借小广告上的地址，奥拉找到一家丧葬公司，店内陈列着各种各样的丧葬用品。老板得知尸体要运回波兰，明白了这是笔大生意，随即开始计算起各种详细的费用。当听到3500欧元的时候，女孩低下了头。男人看出了女孩的为难，随即拿出一个骨灰盒，如果火化的话，奥拉可以直接抱回去，这样费用能降低不少。女孩只能和母亲商量火化的事，但对方极力反对，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才是对父亲最大的尊重。母亲让奥拉先去港口谈谈赔偿问题，两个人的交谈在一段沉默后挂断了。这时奥拉注意到一辆二手车，他知道不管怎样，车是买不成了。奥拉来到父亲工作的港口，经理拿出一份文件交给女孩，是安全评估委员会的鉴定结果，死者在下班后非法闯入作业现场，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Every employee has a card, a name card, that they stamp when they get in and they get out. That's European Union standard. So, he didn't stamp his card? He did when he left, but then he switched shifts with someone else. He stamped another man's card to work his shift. Turns out everybody was doing it. But still, he was at his workplace then, right? Officially, he broke into a site. He was here illegally, and he had an accident here illegally. 从办公室出来后，女孩路过更衣室，她悄悄溜进更衣间，找到了父亲的柜子，借助一把小刀，奥拉撬开了它。一盒已经发霉的咸菜条和2个馒头，半瓶没有喝完的老酒，以及几个还没有来得及花的铜板，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中年男人的全部。在又破又旧的牛仔裤中，女孩发现了父亲的钱包，钱包内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引起了奥拉的注意。他拿着父亲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想在取款机碰碰运气，然而屏幕上的金额让他瞬间来了脾气。没有办法，奥拉只能先找地方住下。由于兜里没钱，他只能选择21晚的混住旅馆。望着女人的照片，他气得要命。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钱肯定全给了对方，给自己买车的事成了父亲最大的谎言。第二天，他再次找到中介，这个波兰老乡成了他唯一的依靠，但对方根本不想管这档闲事。没有办法，女孩只能用出特殊的方式。Co ty robisz? Wybiegnę na ulicę i zacznę krzyczeć, że mnie wykorzystałeś. A widzisz to? Dobra, zamknij drzwi, bo się spieszę. 最终，男人看着眼前可怜的半大孩子，心软了，答应帮他想想办法。趁着接孩子的空档，男人看完了所有资料，他劝奥拉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早点把父亲带回家安葬。随后，他给了女孩一张名片，说遇到其他困难可以找他帮忙。但是倔强的奥拉还是不死心，他认为父亲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是工伤。于是趁着夜色，他砸烂了码头办公室的玻璃，翻窗进去找到了之前的档案袋。父亲出事时的照片触目惊心，女儿的胸口一阵阵憋闷。这时巡逻的保安发现了他，经理只能半夜赶来处理这件事。知道女孩的心里难受，货运公司没有追究什么，出于人道主义，男人自掏腰包给了奥拉200欧元。女孩接过钱刚想离开，忽然他转身问了一句 What was he like? Oh, I don't know. It's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He didn't talk much. He worked hard. I'd say he did his best. Did his best? And that's all? I knew him on an employer-employee basis, which means I really didn't know him at all. Like everybody else, they're not really here. Why didn't you try his roommates? Where? 按着经理的指引，奥拉来到父亲生前的宿舍。当他推开门打算介绍自己时，父亲的舍友一眼就认出了自己。他们一边喊着女孩的名字，一边亲切地与她握手。每个人都带有悲伤的情绪，但又无能为力。为了给奥拉暖暖身子，男人拿出一瓶伏特加。一行人住院在天堂的工友，再也没有悲伤与烦恼，一切皆是光明。紧接着，那个男孩拿出手机，里面有一段父亲的摄影。
男人坐在搅拌桶上玩得像个孩子，女儿这才记起父亲的样子。在父亲的床头，奥拉看到几本关于二手车的画报，但是很显然，他很久没有在这里住过了。随后，他把那张女人的照片拿给小伙看，小伙告诉奥拉，照片上的人在街上的理发店工作。女孩还想多问些关于父亲的事情，然而小伙已经在疲惫与酒精的作用下沉沉的睡去了。第二天，奥拉找到了那间理发店，照片上的女人正在打扫卫生，理发店的老板一直在骚扰自己的员工。奥拉假装顾客想剪一个头发，就在女人给他洗头时，奥拉说自己来自波兰，问对方有没有波兰的朋友。女人开始情绪失控，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老板见到这种情况，赶紧替换女人，怕她的状态影响顾客，让她回家休息。就在女人走到街道的转角时，女孩追了上来，奥拉摊牌了，女人没有过多表示，显然她一直知道对方是有家室的。她转身就走，但被女孩一把扯住。I want to talk. About what? You want me to apologize or something? I just wanted to find out something about him. I barely knew him. 的确，父亲对于他来说，只是每个月会按时到账的存款，以及还没有兑现的那辆汽车。随着女人的开门，父亲真正的生活才向他敞开一扇大门。然而屋内的一切早已打包好了，看来女人准备搬家。奥拉问对方为啥要搬走，得到的答案是没有钱再继续租这间公寓，他想看看父亲的遗物。女人同意了。趁着女人上厕所的功夫，奥拉开始在那些包裹中翻找起来。当务之急是看看父亲究竟有没有留下钱，好用来安排他的后事以及买那辆车。但一切都是徒劳，他只翻到一个笔记本，上面画着母亲的样子。奥拉把本子装进口袋，这时女人正好进来了，女孩只能假装和对方说，没想到父亲还会画画。He never told me. Maybe you never asked. 女人看着被翻乱的行李，明白了奥拉究竟在找什么。He had some savings, but he spent it on rent. He paid the bulk of it. 父亲没有留下一分钱，给自己买车也只是无奈的谎言。女孩的心彻底失望了。这时她看到垃圾桶内女人丢弃的物品，一下子明白了所有。可能出于对女人的同情，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奥拉帮她搬行李，来到一处新的住所。路上两个人交谈，得知女人在理发店打工，是为了赚钱完成自己的美容课程，事后就会回艾美尼亚，毕竟谁也不会想扫一辈子地。这是一间杂乱老旧的合租房，里面已经住了不少人。看着女人从包内抽出钱来交房租，奥拉忽然意识到什么，随后女人急切地丢下包，跑到厕所孕吐起来。女孩抓紧时间开始翻找，一下子找到一个装钱的信封。她像一个受惊的羚羊死命奔跑，直到逃离了公寓很远，才慢了下来。奥拉在角落缓缓蹲下，这才看清楚信封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父亲没有骗她，确实给她存了一笔买车的钱。女孩再次来到丧葬公司，交了900欧元后，和对方签署了委托火化协议，并订购了那个最便宜的骨灰盒。接着她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说自己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了一些钱。母亲问她有多少，够不够把父亲的遗体运回去。她支支吾吾的不说具体数目，只说发现钱之前，父亲已经被火化了。To dobrze. Będzie na pomnik. Co? Mamo, ale... Marmurowy mu zrobimy. Ciemny taki, tacie się będzie podobał, nie? Co tyle nawet Mamo, będzie przecież to ładny. dla mnie. Pod murem będzie dobrze wyglądał. Tam przecież drzewa są, cień. I może poproszę, żeby sąsiadka na skrzypcach coś zagrała. Mamo, przecież to dla mnie. Jak co? 在气愤与悲伤中，年轻的奥拉想到一个馊主意，他打电话叫来了中介，想让对方帮自己买下一辆车，等自己拿到驾照再来开回去。 Matka musi myśleć, że nie było wyjścia, bo ojciec go kupił. Inaczej mi nie pozwoli, tylko na pogrzeb wyda. Daj mi spokój. Ojciec mi obiecał samochód. Jest szansa, że raz dotrzyma słowa. Raz. A nie widzisz, kurwa, że to jest rzęch? Na tyle mnie stać. Wiesz, że jesteś pięknym egzemplarzem Polaka? Co? Wiesz, dlaczego ci ludzie tutaj tak dymają? Wiesz? Bo gdzieś tam, tacy jak ty, czekają na przelew. I nagle się jakoś, kurwa, przyzwyczajają. I potem zapominają, kto im te pieniądze przelewa. Pamiętają tylko kwotę i datę przelewu.
A to są pieniądze twojego ojca. Na jego pogrzeb. Coś mi się od niego należy. A jemu od ciebie to nie? To jest twój tata. I'm coming! 的确，父亲亏欠了他什么？他又为父亲做过什么？他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记不全。奥拉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也许买车根本不是父亲的意愿，那父亲最愿意这笔钱来做什么呢？无休无止的问题出现在这个年轻女孩的脑海里。她想要为父亲做点什么，但又不知从何做起。一切好像都已经太晚了。最终，她来到了女人工作的地方，做了自己认为父亲最想做的事。I'm sorry. No, take it. Dad would have wanted it. It's your money. Finish the course. Get a new job. I have a job. Not anymore. Sarah, get to work. Come on, come on. friend to clean this up. Don't work for him anymore. Take it. It's from my dad. 回程的飞机上，女儿抚摸着父亲，这是她记忆中第一次与爸爸靠得这么近。她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否是父亲想要看到的，但是她就是这么做了。教堂外，参加完追悼会的亲朋正在与家人告别。忽然，女儿看到父亲的骨灰已经装车，她赶紧冲上前去，一把打开了车门，钻进车里。她要亲自送一送自己的父亲，送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一部极其深刻的影片，名字叫《我从不哭泣》。它真实的描述了当代打工家庭的辛苦与无奈。影片从女孩买车的梦想开始，再到她驾车护送父亲的骨灰结束，将一个人的内心蜕变描述的淋漓尽致。奥拉买车的那个心结，其实源于她缺失的父爱。也许为了省钱，父亲多年没有回家，奥拉想开车带着妈妈和弟弟去探望父亲。然而家庭突然的变故，又让年轻的女孩无所适从。影片中的父亲另有新欢这件事，似乎让父爱显得没有那么完美。但10几年的孤独生活，这也是情理之中。一路上，奥拉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想帮助他，但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卑微无力。最终，奥拉只有靠着信念中的亲情，在痛苦中成长起来。没有任何解说可以代替原片。好电影值得你体会。